Hello，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这样子的效果：书本的数量增长之后，它随机产生书本的排列，书本随机排列的调整数值。OK，这个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用的一个小工具，因为在做很多的场景，常常会需要做很多的书在书架上排，但是手工去排其实还蛮累的。那这样子可以自动排列的话，只要在排好以后，再自己手动上贴图上去，其实就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的时间。OK，那这一次会用到的主要的一个 node 是 attribute from pieces。另外就是会写一些 VIX 因为这个是比较早期的自我训练版本，所以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学 VAP。之后如果有空的话，我可能会把它测试用 VAP 做一样的东西出来。做出来之后，我再把 VAP 版的上传上来。好，那我们现在进来这边来看。首先，先了解 attribute from pieces 是怎么运作的。这边给它三个物件：一个球、一个方块、一个管子，在这边各自给他们一个 name 的 node，取一个名字。那这个应该是四串啊，不过我把它当做 integer 用，所以我就只把它写1、2、3、4。那其实也可以命名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名字，譬如说这边就叫 Sphere，然后这边就叫 Box，这边就叫 Tube，其实也是可以的。然后把它们三个 merge 起来。那 merge 这边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诀窍，因为只有这三个东西，它的 geometry 很简单，所以其实 merge 没有什么感觉。如果我们看这边，它这边使用到的 memory 16.15K，其实很小。那如果今天的东西是很复杂的，比如说什么有树、有石头、有草，它的 loading 很重的话，用这边就会有一点吃重。那其实就可以用这个 merge pack。那我们刚刚看一下这边，它的 memory 是16.15K。那如果把它 pack 起来，merge 的时候顺便 pack 起来，它就只吃了8.64K，所以它的 loading 就小了很多。然后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它只是把它 pack 起来，然后给了一样的东西。在这边的话，它其实就只有三个点、三个 point、三个 primitive、三个 vertex。那在 merge 这边，它就有很完整的 geometry，所以 pack 起来成一个点的时候，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编辑的，就是只能看而已。所以说，如果在做这个步骤之后不会再去编辑，或者是中间这一段都不会编辑，其实可以 merge pack。那我们现在看这边怎么运作的。这边我给它一个 grid，然后 scatter，这边就是大概都是用预设值。那这边我给它一个 attribute name 叫 ABC，它是 attribute randomize，我给它叫 ABC，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在 attribute from pieces 这边 mapped attribute 就是 ABC，把刚刚的 random 叫进来。那 piece attribute 这边已经是 name 了，跟这边的命名是互相对应的，所以其实就不用改。除非说我们把这个 name 改名叫别的东西，比如说叫 rock，那这个东西上面就要变写 rock。那这边就是要开始 assign 它的数值，这边就是比较有趣的部分。我们抓了 ABC 进来以后，而我们这边选了 explicit range，就是清楚定义它的数值要套用的话，就可以很简单的做出这样子的效果。piece 一就是这个 sphere，piece 二就是 box，piece 三就是 tube。那 piece 一它就是0.3到0.5，在 random 这边的数值是0.3到0.5，它就是 piece 一。那 piece 二就是0到0.29，piece 三就是0.51到1。所以这样他就会去抓这个 ABC 里面这个数值，零到0.29，他就会去抓第二个，啊，就是抓 box，那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操作。randomize 这边
可以在 global seed 这边去改变它的随机的排列。这个就是 attribute from pieces 的运作方式。那它其实还蛮有用的。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的书要怎么做。首先，我做了5本书。那这5本书就是用厚度去定义的话，就是1公分的、2公分的、3公分的、4公分的、5公分的。那这边 create 它的 attribute by name 的话，也是有2个方法。第一个是用 attribute create，那第二个就是用刚刚的直接用 name 给它就好了，这样比较快。用 name， 那 name 的话，它创造出来的就是一个 string， 刚刚讲过，就是字串。那我只是把字串改成数字，这样比较省事，省得我在那边一直打字。那把这几个都 merge 起来，那这边就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数据。这边就用到156K， 但是如果把它 pack 起来的话，它只用了9K， 所以上面这些 geometry 越复杂的时候，这2个差异度会越大。那再下来就是这边，一开始给它一条线，把电打开，长度其实不重要，因为之后会用 for each 把它加总起来，所以点的数量才是重要的。这边的数量会控制到后面书本的数量，所以这个 segment 这边就是之后会控制书本的数量。那第3个就是要写一些简单的 wrangle。我们来看这边，一开始我先给它一个变数叫 seed， 这个就是控制书本变化的一个基本数值。就如果我来看成果的话，如果我去调这个 seed， 它就会随机排列的方式会有所改变。一开始给它这个 seed 以后，然后我给它一个 box size 等于 fit 01，因为 random 的话，它的数值一定是在0跟1之间，所以我就拿 point position 的 x 有做 seed 的变化，然后把这个0到1的数值改成1到5。这一行是把这边的数值，就是刚刚这边 box size 的数值改成 integer。第3个就是把 book 这个变数改为 integer， 就是会把，如果我们把它看 attribute 的话，就会看到这边变成 integer。那这边 integer 其实就是要对应这个 name 的 attribute， 但是只是在这边 book 是没有用的，所以其实用变数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那这样我就产生了这边每一个书本的厚度，像1公分，其实我就把它定义成0.1，4公分的就是0.4，所以你这边就可以看到1公分的、4公分的、3公分的，然后有2本4公分的，然后2本2公分的，其实就是抓这边的数字。那这个就是下一步要做的。来看一下这边就有一点点小复杂，但是其实也算是简单的。我们看点就好了，免得搞混。哦，对，有一部分这边要先讲一下，这个书本的部分，我把它设定在 x 小于0的位置，因为如果在中间的话，在调整这个线的时候，它会出现错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中间的话，比如说第一本书是0.3公分，那如果在中间的话0.3公分，第二本书0.4公分，2个位置就会有出现错位，所以把它靠近小于0的部分，第一本0.3公分会在这里，第二本0.4公分就是把它填满，然后第3本0.4公分也会被填满，然后所以要把它全部靠左 x 小于0的位置。好，那我们再继续回来这边，第一个创造一个 array。叫做 new pose， 取的数字就是所有点，就是这边有几个点，这边 create 几个点，它就有几个点，23个点。那第二个创造一个总和的变数，那这个总和变数目前是没有任何的数值。第3个就是 for loop， 那 for loop 这边 iteration 等于0，然后它小于这个 pt name 的时候，它就开始加，这边就开始做。我怕我这边解释的可能会有点混乱，所以我把它写出来。
第一个变数 new post 就是抓 point 每一个这个 new post attribute 的位置，然后它的数值是 i 的话，因为 i 已经是 number of PTS， 所以0的话就是抓0的 i 嘛，就是 0.1， 1的话就是 0.4， 2的话就是也是 0.4， 然后把它加总起来，总和等于加这个数值。第三个 new post 这个变数，第二行这边就会变成说 0.1 加 0.4， 它就变 0.5， 然后 0.5 加 0.4 就变 0.9， 所以我这边开了一个 array 来观察它的数值，确定我没有写错。逐个加总起来以后，它就会一直递加下去，然后就会这个线段就会越加越长，因为它是一个一个加上去的。那第三个就是呼叫这个 array， 等于这个总和。这边就是只是要观察资料，确定一下有没有写错，它就一直加总上去。那第五个抓 position 的位置等于 point position 的 i，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得到了所有的点的位置了。那我再把这个 post 点 x 等于这个 new post 的 i， 这样它就会把这个 new post 的数字全部填到 point 点 x 这个，然后再把它 set 一个 attribute， 再把这些数字重新填回 post 里面去，这样就会把这边的数值 point x 的数值 array 的数值全部填到 point x 里面去。这样子看这边的数字，其实应该就可以了解它的运作方式。0.1 填到第一个，0.5填到第二个，0.9填到第三个，1.2填到第四个。那这边完成之后，就开始要套 attribute from pieces， 那就是刚刚说的，我把 new post 拉进来，所以是这条线拉过来给它。new post 拉进来以后，套给 name 就是上面这一堆，我把它命名成1、2、3、4、5的书。那这里就1等于0到 0.1， 2等于 0.1 到 0.2， 就这样逐个下去，这样子就可以得到所有的书的正确排序。那这边我把它做了一个 random 的书本宽跟书本高的一个变化，如果把它关掉，就会每本书都长一样高。所以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设定，来看一下这边。定义它的 attribute 叫 scale， 这也是 Houdini 自带认识。那 scale 它就会有3个值 x、y、z， 所以第一个值不要动 ，x 不要动，因为 x 是书本厚度，去动它的话可能会出现挤来挤去的效果。那第二个高度最小值 0.7， 最大值 1.2。第三个就是书本的宽度，从 0.8 到1。那去调整这边的 global seed 的话，就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就会有不同的调整。虽然是同一本书，这2本它其实是一样的，这应该是4公分厚的书，它就有几种不同的高度，这样可以增加它的变化。Attribute from pieces 这边这个值 number of ranges， 它可以自动产生，但它自动产生其实会产生一些问题，就是这些数值可能要全部再重新自己手动输入一次，所以这个自动产生可能没有用。我用这个方法，用 for each， 然后 create 它的 metadata， 那 metadata 它这边就会在 detail 这边就出现 iteration 是5，那我就在这边，在这里去抓它的 detail， 然后这一个 metadata 抓它的 iteration， 那其实应该是帮助不大。我觉得如果要确保它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手动控制会比较好一点。比如说这边有10种不同的草，那自己手动输入10，然后手动输入这些数值，可能会是比较好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这边因为它是 float 0到 0.1， 所以其实我们0到 0.1之间的这个1公分的书，我们可以有好几个 1.1、1.2、1.3之类的，或者是1公分 A、1公分 B， 然后
把它分别套上去，这样1公分的书就可以有好几本，2公分的书也可以有好几本，这样就可以做出更多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书这个东西厚度的不同，它的 UV texture， 它 UV unwrap 应该也是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边差别就是差在先做这个 UV 要先做还是后做的差别而已，因为会长得不太一样。那就是之后在整理贴图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手续产生，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使用 attribute from pieces， 那另外一个就是 merge pack， 大概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产生不同排序的随机组合。OK，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这个是我做的 VEX 的自我训练，所以可能它的完成度没有很高。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把它强化，做到更有趣的那个调整方式。那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建议，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今天就先这样子，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谢谢大家，拜拜。